今天，严秋将介绍8个让你一直赚钱的顶级技能。第一点，企业家思维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浑浑噩噩的，一直桎梏于传统的雇员思维，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就是企业家思维。一个真正的创业者，就如同一个永不退役的艺术家，永远在设想更多可能性，并将理想蓝图打造成现实。就拿乔布斯来说吧，在此之前，几乎没有多少人相信我们的手机可以如此智能、便捷。当 Apple 推出 iPhone 的时候，立马震惊世界，并彻底颠覆了这个时代。所以，想要持续赚钱，我们必须不断开拓自己的思维，对商业和人性本质有更深刻的理解。贝索斯是一位有远见的创业者，亚马逊公司从一家在线书店发展到了在线电商、Kindle 和无人机运输。巴菲特对贝索斯赞不绝口，我从没见过贝索斯这样能在2个业务上同时取得成功的人。要知道他旗下的2大业务在用户和运营上有巨大差别。第二点，创新能力。在富豪们的字典中，创新是最显眼的2个字，拥有创新思维的人，必然是生活的强者和财富的享有者。因此，想要跨越社会阶层，我们要敢于打破思维的枷锁。我们回看商业历史，苹果、特斯拉、亚马逊、谷歌等，其生意模式是显而易见的，而其企业的生命活力就来源于其强大的创造力。苹果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电子产品，特斯拉创造了一个新时代的出行方式，给这个时代带来了非同凡响的价值。那么，我们该如何激发创造力呢？1. 把你最想要的东西列出来，用解决问题的思维想想怎么实现它。2. 个人的经历往往是创作的源泉，你要做的是把自己投入过情感的经历跟新的东西连接起来，这就是创造。3. 建立一个丰富的心理数据库，帮助你解决以后的问题。4. 做一些你不感兴趣的事情，每当你读一本杂志时，一定要至少读1篇你不感兴趣的文章，这会大大拓宽你的认知度，进而刺激你的创新力。第3点，主动学习能力。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说过，21世纪的文盲不再是那些不会读写的人，而是那些停止学习、不会持续学习的人。简单来说，新时代的文盲不再以学历或者知识的多寡来衡量，而是看是否拥有持续学习的能力。李嘉诚1950年创办了长江塑胶厂，为了开拓塑胶厂的路子，李嘉诚在百忙之中坚持学习各类课程，并坚持阅读最新英文版的塑胶杂志。他在进行市场调研的同时，购买了许多不同风格的塑胶花，并斥巨资从国外邀约相关专家，终于生产出了价格低廉、造型逼真的塑胶花。很快，当时还算冷门的塑胶花在香港刮起了一场旋风，销量居高不下。他也因此被称为塑胶大王。是的，社会无时无刻不在发展，唯有不断的主动学习，方能与当今的社会需求相匹配。所以，当你彷徨时，你不妨问问自己，是否还在坚持学习？你是否每天进步一点点？你是否有终生学习的决心？第4点，构建系统工具的能力。人工智能已成了热门话题，并在我们当中引发了一场淘金热。但是，究竟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？是那些广泛从事掘金业务的公司吗？还是那些提供稿核产等工具的科技巨头呢？答案自然是后者。创建系统和工具，帮助别人更高效地完成项目，才能真正让你成为百万富翁。百万富翁快车道的作者，白手起家的千万富翁 MJ 德马克说过，你不要自己亲自去做又苦又累的脏活，而应该致力于打造一个系统来帮你做。比如说，现在要造一座金字塔，如果单纯只是工作，一般人会辛辛苦苦的搬砖，一块块的砌起来。但是按做生意的方式，那就大不相同了。构建系统的人会用心研究建造过程中最核心的技术和流程，然后呢，
找到工具，比如石头、滑轮，并招聘合适的人，构建一个制造金字塔的自动系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构建系统者可以慢慢从系统中脱离出来，只需要安排部分人维持运转，而这个系统就是能够独立存活且能自我增值的商业系统。第5点，抗压能力。有抗压力的人就好像绿色的枝芽，它或许会被风吹得弯曲了，但却不会折断，相反的，它会反弹回来，继续生长。抗压力是强者的踏脚石，正如美国心理学教授凯伦·瑞维奇所说的，成功与失败的分界点不在于教育、训练与经验，而是在于抗压力。拥有强大的抗压能力，才能支撑起我们对工作、家庭、人生的长远规划。这里大概介绍几种提高抗压能力的方法。1. 不要死扛压力，要去冷静分析压力形成的原因，了解自己恐惧的根源是什么。详细分析后，再思考如何逐一击破。2. 很多人的压力来源于拖延症，这时候我们需要建立科学的行为模式，主动刻意的训练做事周期，把每天的事情都固定下来。这时候你会发现，自己原来害怕的 deadline 其实压根不是事儿。第6点，演讲能力。战国策里有这样一句：一人之辩，重于九鼎之宝；3寸之舌，强于100万之师。这讲的正是东周重臣颜吕凭一己之辩，在诸侯列强中保全9鼎的真实故事。在美国，每一位总统候选人都必须进行长达2个多月的全国巡回讲演，因此历史上的很多名人总统都拥有不俗的演讲能力。比如林肯的格底斯堡演说，全文仅272个单词，却至今仍被奉为世界上最棒的演讲。如果说超能的演讲力是古代使节们的武器，是总统们开启正途的法宝，那么对于现代人来说，卓越的演讲力和口才就是一个人事业中的敲门砖，更是事业蓬勃的催化剂。在如今信息大爆炸的时代，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员工或者客户、合伙人充分理解你的意思，单纯讲道理是行不通的。你需要提高自己的演讲能力，特别是讲故事的能力。因为人的思维普通存在情大于理的现象，当人们听着引人入胜、动之以情的故事时，脑中会释放肾上腺皮质素，更易产生共鸣。第7点，永远怀揣梦想。特斯拉已经彻底颠覆汽车行业，如果当年马斯克不心怀梦想，就召唤不起这股时代之风。梦想虽不见得都是伟大事业的起点，但伟大的事业必定源于梦想。我们必须锻炼自己的身体与思维，去阻挡自己走向平庸。与此同时，我们需要无限的追求卓越，在进取过程中迸发更多思维的火花。有这样一句谚语：如果你向月球进发，即使你错过了，你也会在群星中着陆。第8点，强大的信念感。富人、成功人士与其他普通人不同的是，他们永远对自己的能力、未来前景抱有极强的信心。这种坚不可摧的信念是他积极的原动力，不断推动他朝着向往的方向前行。而这种信念感不仅会让自己受益匪浅，还会传递给身边的同事、朋友。如果当初比尔·盖茨初创业时，元老们不被他身上的信念感折服，也就没有如今的微软了。如果你能从我的视频中获取更多有关财富、思维的认知，这就是我制作视频最大的收获了。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不错，请为我点赞哦。另外，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呀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对今天这个视频的感悟。我们下期再见了。